保存大蒜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方法都在这里了，一整年都不会坏。你照着我这个方法来做，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新鲜的大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俗话说得好，无蒜不成喜。大蒜这个平凡却又神奇的小东西，几乎是每个家庭厨房里面的必备品。它那独特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，让每一道菜品都焕发光彩，使得它成为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秋天的来临，当我们买回一袋新鲜的大蒜，总会面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：如何才能够让这些大蒜保持长久的新鲜呢？难道要每次做饭都得跑一趟菜市场，就是为了买几瓣新鲜的大蒜吗？下面教您方法，让您家的大蒜再也没有一丝发芽或干瘪的迹象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张纸巾，在上边撒些小苏打，再加入少许的食盐，然后我们用纸巾将其包裹起来，裹紧实一些，防止洒落出来。然后用皮筋给它固定住，这样一个防潮包呢就制作好啦。然后我们将其放进将要保存的大蒜当中就行。很多包装食物里的都会有干燥剂，干燥剂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环境的潮湿而导致食物变质。我们将食盐和小苏打混合1:1的比例混合放进来，它的工作原理就和干燥剂一样，这样保存大蒜放很久都不会干扁发芽。后期我们只需要将开口密封起来就行，因为大蒜发芽需要适宜的温度、湿度和空气。食用盐不但具有杀菌作用，加上小苏打还能够有效的吸收水分，让大蒜保持干燥。大蒜吸收不到水分，就达不到它发芽的条件，所以呢也就不会发芽了。同时食用盐呢还能够消毒杀菌，防止大蒜腐烂干扁，也就延长大蒜的储存时间。方法2，如果我们买回来的大蒜皮都脱落了，呈现这样的状态的话，那么我们干脆直接将其掰成小瓣，不需要将大蒜的外皮去掉，只需要将其掰成小瓣即可。这样的话可以节省空间，放的大蒜呢就会更多一些，更容易我们后期保存。跟着我们准备一个密封罐，确保没有一丁点水汽，保持干净清爽的状态。这时我们再把大蒜瓣呢放进罐子里边，一直放满到放不下就行了。这时再把盖子盖起来，将其密封好，不要让空气流通。这种保存大蒜的方法原理就是让其处于一个密封干燥的环境中，这样做可以抑制大蒜的呼吸。无氧干燥密封的状态下，大蒜保存的时间可以更久一些，甚至1年呢都不会发芽发霉。但是我们要保证每一瓣蒜瓣呢都是完好无损的，这样才能够长期保存这一罐大蒜。所以我们挑拣前要特别注意，只要有一个坏的都将其挑拣出去，避免一个坏两个，两个坏一窝。密封罐保存法不仅防潮，也可以减少大蒜水分的流失，使其不容易干扁。方法简单有效，您也可以试试。前提是密封罐密封性一定要好哦，每次拿去以后也需要再次进行密封。如果不确定其密封性好不好，可以先盖上一张保鲜膜，再盖。方法3，这里呢我们需要把蒜皮剥下来，大量的剥，所以这里教大家快速去蒜皮的一个简方法。拿起一颗大蒜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大蒜的两头，轻轻一挤，大蒜外面的皮就裂开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大蒜底部开始往外剥皮，这样剥皮呢就变得很轻松了，不用指甲抠，不用花费太多时间，而且剥出来的大蒜呢还非常的完整。这个方法可以保存留在家里使用，需要多少瓣大蒜时就可以快速剥皮，每一个都很轻松，屡试不爽呀。没一会儿
我们就包的一大盘大蒜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一个这种密封袋，把大蒜装进密封袋里边。然后呢，平放在桌面，挤压一下袋子，再把开口密封起来，这样起到一个隔绝空气、隔绝湿气的作用。然后将其放入冰箱中保存起来就可以啦。由于大蒜的气味比较重，直接放冰箱还可能对冰箱里面的其他食物造成影响。我们用保鲜袋密封起来，不仅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，而且呢还起到了保护作用。这样保存大蒜可以保存大蒜1-2个月都不坏。每次用多少取多少，用完记得将其再次密封起来就行。切成蒜片就能食用。趁着现在大蒜最便宜，多买些囤起来，也算是省钱了。最后一个方法，我们把将要保存的大蒜包好放入料理机中，然后开启电源将其打碎，蒜末的粗细程度根据自己平时的烹饪习惯选择。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密封袋，把蒜泥装入密封袋里边，不要装太满，一半就行。然后将其平放在桌面上，我们用手按压，把空气挤出去，把开口密封起来，防止蒜末漏出去。然后用勺子把蒜末擀平。擀平整后，再把开口打开一点，把剩下的空气挤压出去，再次把开口密封起来。如果想要下次使用时更加的方便，在保存之前，我们就需要麻烦一些，不用担心剁成蒜末不好保存，其实这样后期更方便拿来使用。我们只需要将其放入冰箱的冷冻室保存，这个方法也可以保存上1年都不会坏。再次拿来使用时，只需要打开拿出来一点即可，就可以满足一次使用量了，很方便很实用哦。蒜末呢，作为一种常见的调味品，因其浓郁的蒜香和独特的风味，而受到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。无论是作为蘸料、佐料还是调味品，蒜末呢都能为菜肴增色不少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不妨用这个方法保存，就不用每次反复清洗、切末那么麻烦了，一次到位了。只要储存方法得当，可以吃到明年新酸相似。生活就是要精打细算，在平淡的生活中，也尽量让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您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事实动态。语言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